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6年播出的超高分日剧《白色巨塔》。通过对大学医学院的医疗实践和外科主任在选举中发生的贿赂行为，以此来揭露医学界的尔虞我诈。这天，浪速大学附属医学院的医生们慌慌张张地跑到电梯门口，只为迎接一个赫赫有名前辈。那人名叫东真藏，在业内有着了外科第一教授的名号，后辈们都对他很尊敬崇拜。而日本顶尖的浪速大学附属医学院每天接收的医患数不胜数，在这里任职的医生不仅有经验老道的前辈，还有许多的年轻新锐，其中最有经验的当属前五郎和秀二。前辈们对他们的能力很赞赏，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前五郎凭借切除腹直式的癌症肿瘤，从而一战成名，成为了外科副教授，还顶替了恩师东教授外科第一的名号，而他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教授的人选。秀二在内科教授提司手下做事，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医师，他把病人的心态看作是最重要的，认为与病人之间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这天，前五郎正准备开始一场大手术，患者是一名政府议员，患者有缺血性心脏病，同时肾功能低下，整体难度非常高。可在进行过程中，因为助手的一个小失误，患者主动脉受损，鲜血喷洒而出。一旁的东教授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整个手术室也陷入了慌乱之中。只有五郎一人稳如泰山，立刻重新组织分配工作，清扫、吸引输血、缝合意外伤口，以绝佳的临场应变能力化解了这场危机。看得一旁的高层们纷纷点头。提司教授笑着对东教授说：“五郎真是了不起啊，有他在，明年也可以安心退休了。”东教授听完，神色略有些不自然。五郎作为他的学生，医术堪称顶尖，若此人野心太大，锋芒毕露，在东教授的心中，五郎并非下一任教授的良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半年之后东教授退休，将由五郎接任教授一职。对此，他自己也拥有绝对的自信，举手投足之间已颇具威严。整个科室上下对他的医术也佩服万分。不同于才前五郎的雄心勃勃，秀儿则是一位踏踏实实的学者，不善交际，也不想去一一奉迎。除了病情研究，对于经手的患者也十分关怀。这天，一名病人经过提司教授的诊断为早期胃癌，但秀二反复检查后判断可能还同时患有胰腺癌，没有拐弯抹角，就这么当着提司教授的面直接说了出来。提司教授略有不快，这是在说自己诊断有失误啊，并回答到：一个30岁的年轻患者并发胃癌和胰腺癌，这概率太低了，如果事无巨细都要检查，1个月这么多病人等着，哪有足够的人手？早点安排手术切除就行了。秀二没有听从提司教授的看法，私自找到了五郎，想征求外科的意见，并邀请他来主刀这个患者。五郎仔细查看了病人的情况，分析确实存在胰腺癌的可能，所以同意将秀二的患者挪到明天动手术。东教授下班一回到家，东太太就扯着他抱怨杂志报道上拆迁，五郎的照片在正中，而你被裁掉半边脸。现在外面风言风语满天飞，龚教授也是有些生气，这才前太想出风头，已经有些逼宫的嫌疑了。晚上，五郎和岳父才前又一见面。因为五郎出身贫寒，属于入赘身份，老丈人经营一家妇科医院，有钱但是地位不高，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五郎身上。如果能当上教授一职，才浅家将，光照门楣，步入日本的上流社会。他开口问五郎：“教授这一职位应该是板上钉钉了吧？”五郎回答：“实力上没问题，不过人际关系上还有一些难处。”老丈人哈哈一笑，说道：“那是当然，如果都是凭实力说话，那这世界就简单明了了。多少人一身本领，却倒在了人际关系上。五郎，你记住，人最纠结的欲望就是名誉，只要有了名誉，什么钱财名望都会随之而来。”说完，将一个名贵打火机递了过去，继续说：“你可不要让我失望。”秀儿独自值守夜班，温柔地宽慰病患小溪。他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秀儿叫他放心，明天会让最好的外科医生一起帮忙诊断。带回到家中，已是夜深人静，多年的陪伴，妻子小美毫无怨言，笑着给他准备了宵夜。公寓虽小，却能卸下一身疲惫，无比温馨。五郎回到家，妻子杏子已经睡下。多年来，两人没有子嗣，感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与其说是家，倒不如说是互相利用来的贴切。第二天，秀儿拿着更详细的报告找到外科，看过之后，五郎无比的兴奋。胃癌并发早期胰腺癌，这种病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可以大大丰富自己的临床经验。病人小溪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且非常惧怕手术。待会你通知的时候尽量谨慎些。经过一些询问和诊断，五郎已经确认了病情。他直接告诉小溪，你不仅得了胃癌，还得了胰腺癌，幸好处于早期，通过手术切除的话，有很大可能痊愈。小溪一家乍一听是癌症，毫无心理准备，这种话任谁听到都是心惊胆战。希望随后找到五郎，表达了不满。对于癌症患者真正的治疗，除了手术和药物，心理上的关怀也非常重要。五郎没有理会，他和希尔的行医风格截然不同，
抓紧时间，手术才是第一要务。所谓关怀病患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不在他的考虑之中。而且小西的病例十分特殊，早期的胰腺癌非常具有临床意。五郎不想让病人经他人之手，立马找到东教授，说内科转来一名癌症患者，自己已经定下了手术时间。再次让东教授大为不满，不经过自己同意就擅作主张，言语中不轻不重地点了一下五郎。五郎正准备告知秀二手术已经病好，却突然得知落枕的医生居然是提斯教授，这可不行！如果自己接了这个手术，那就摆明了打提斯教授的脸。在正值多事之秋，如果引起他的不满，在东教授那边吹吹风，自己就任教授一直便要产生波折，只能告诉秀二做不了这手术。秀二知晓他心中所想，大为恼火，质问他医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以患者为主。五郎虽然抱歉，但也不敢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去做这个手术。回到办公室，心中始终记挂着小西的病例。早期胰腺癌实在太过难得，如果能接下这场手术，那么自己的医术必定可以百尺竿头更近一步。正当苦恼当中，突然发现桌上的外科行程表，东教授在周五要去东京出差，他灵机一动，赶忙找到秀二商量，要将小西的手术移到周五举行，并且当作紧急手术处理。这样的话，患者的名字就不会写在手术记录上，东教授和提斯教授也不会发现。秀儿对于这场的安排虽然颇有微词，但从患者角度考虑，由他主刀却是最好的选择。而五郎也没有让他失望，所有参与手术的人都是大开眼界，从业多年，第一次见到早期胰腺癌，而且还能被完美处理。秀儿看得叹为观止，起身对五郎说道：“即便是从内科医生的角度来看，这场手术都堪称完美，能将1厘米大小的胰腺肿瘤切除，不伤及正常组织半分。除了你之外，再无一人可以达到这般精准。”这看似美好的结果，却让五郎的岳父深感不安，指责他这次手术太过冒险。如果让提斯教授得知这个消息，势必会给你穿小鞋。但五郎却有更深层的考量，他目前专攻是食道癌，只依赖于这一个领域，即便当上教授，也会有穷途末路的一天。但如果在公认为最难的胰腺癌方面有所建树的话，那么就可以触碰到更高的顶点。听闻此话，老丈人释然，从怀中掏出几沓钞票，告诫五郎：“你既然有此野心，那么善后事宜一定要处理干净。”晚饭过后，志得意满的五郎找到了他的红颜知己花森，做了如此高难度的手术。戏子无法理解自己有多么兴奋，但花森不同，他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两人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关系，很多时候花森也是五郎的心中依靠。隔天，五郎在夫人杏子的陪伴下，偶遇了在画廊赏画的提斯教授，几番客套下来，也记住了提斯教授喜欢的那幅画。事后询价400万日元。虽然不便宜，但相对于自己当上教授，一直也不算什么。有了岳父的财力支持，这幅画很快就送到提斯的宅邸。但提斯教授却神情凝重，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意思？五郎的外科和自己内科毫无瓜葛，无事献殷勤，必有所图。查房之时，小西的丈夫送给五郎一盒点心，作为感谢。下班后，提斯教授约见五郎。提斯教授没有绕弯子，拿出一盒点心，问道：“今天早上有个病人家属送我一盒点心，说是多亏了财前医生做的手术，让他妻子小西捡回一条命。我怎么记得我的诊断是胃癌不是？”一下呀，五郎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秘密手术这么快就报了。提斯教授接着问道：“东教授，不知道这件事吧？你作为助理教授，不经上级同意自作主张，简直岂有此理！”接着，提斯教授话锋一转，手术很成功。患者也正在康复，这件事就先不告诉东教授。听闻此话，五郎总算长舒了一口气。那幅画到底还是送对了。混迹医院半辈子的提斯教授简直就是人精，对于财勤家的拉拢没有明确表态，半点不露痕迹，只是说那幅画暂时帮他保管。至于帮不帮五郎争夺教授一职，只能到时候再说。五郎心中七上八下。夺位仪式即将进入决战，确实容不得半点差池，稍有行差踏错字，几十年来的努力就将付之一炬。东教授已经明确表示出对自己不满，若不能拉拢强援，那么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提斯教授回到家，将那幅400万的名画收起。他还没下定决心是否要扶武王一把，提斯夫人却有些不乐意。现如今的地位，有人送礼再正常不过。提斯教授告诉夫人，这世上就没有比免费更贵的东西了。自己以后还要竞选浪苏大学校长，这趟浑水还没看清楚，可不能轻易入池。老丈人财前叫上五郎，因为小西腺癌开刀一事，名画虽然送出去了，但提斯教授的态度模糊，可收尾并不算好。于是找来了大阪医师协会的会长老皮医生，想让他来帮忙出谋划策。老丈人神神秘秘地介绍道：“这位老皮医生可不一般，和提斯教授师出同门，想当年也是靠他四处散财拉票，皮斯才能当上了医学系的主任。”五郎一听，立马振作攻击的心理，这可是个强力外援。老丈人也笑着斟酒，只要能让五郎当上教授，多少钱都愿意出，可只包不住火。
小西紧急手术一事还是被东教授知晓，找到秀二询问事情经过。秀二的个性又不是善于伪装之人，虽然说出这件事会对五郎造成影响，但他认为这么绝妙的手术不应该封闭起来，而是尽可能多的让医生观摩研究，这样才是一个学者、一个医生应有的态度。东教授了解事情经过后，立马找到提斯教授，说财前五郎越级处理病患，不利于科室团结，要开教授会议问责。铁丝一听，东教授态度坚决，但自己才刚收到财前家的礼物，不能立马翻脸不认人。那幅画果然是烫手啊，于是打起了太极。先将此事缓一缓，后面再看情况。随后，东教授找来五郎，告诉他下周会开问责会议处理小新手术这件事，让他做好准备。五郎顿时怒火攻心，鞍前马后侍奉了东教授8年，批改论文，给他拉科研资金，到头来为这点小事为难自己，丝毫不讲情面。待到下班，他将秀二约到酒吧，劈头盖脸的责问他：“我俩怎么说也是同门师兄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秀儿没有动容，他并非是针对谁。准备提交的小西病例报告中也会指出提斯教授的落枕。五郎被这死脑筋气得不行，话不投机。秀儿没有多说，起身告别了五郎。早期胰腺癌的临床意义重大，他要借这个机会递交病例报告，阐述手术的经过，让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落枕情况。即便放弃前途，也坚持做正确的事。五郎对秀二虽然生气，但还是感到敬佩。他能贯彻他的医道信念，那自己也不能认输。如果当不上教授，那么一切都没有意义。第二天，老丈人得知东教授如此不讲情面，也决定正式发力，开始动真格。夜晚宴请皮斯教授，老皮医生也在旁边吹风，以后还要竞选浪苏大学校长，不是吗？如果五郎当上外科教授，绝对以你马首是瞻，那可是一大助力啊。提斯心中默默盘算得失，东教授毕竟老了，不到半年就要退休，自己竞选校长他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五郎是中坚力量，年轻有为，由他给自己摇旗呐喊，岂不胜券？在我思前考后，终于松口，明确表态将助五郎一臂之力。得到承诺的五郎一身轻松，隔天就找到秀二，叫他别费心思递交报告，问责会议取消，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东教授知道后震惊不已，看样子五郎已经上了提斯这艘船，翅膀硬了呀，自己还没退休就敢这么忤逆。此时的东教授也狠下心来，通过前辈传委教授引荐，决定临时空降一名医生来接任自己的教授位置。候补人选名为菊川，虽然名气不如五郎响亮，但也是留学派出身，主攻心脏外科，人品和学识都过关。此时提斯派以差遣五郎为主将，东教授派以空降过来的菊川为主将，两边开始暗自角力，排兵布阵，准备对第一外科教授的位置发动一场不见血的大战。在狂风暴雨来临之前，浪苏医大这个战场也没有平静，有2个病人几乎同时出现，一个是地产业富豪木村先生，此人影响力非常之大，只要他跺脚，整个大阪商圈都会震动。体检时发现食管里有肿瘤，点名要外科五郎来主刀。第2个病人是医药公司的一名销售，临填好业务之时突然晕倒，经过检查发现是胃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肺部和肝部，最多只能活3个月。这个病人由秀二的内科接手，木村社长一路绿色通道检查化验，制定手术方案，整个外科都在为他忙前忙后。手术时间也定在明天。秀二反复查看临填的资料之后，决定请五郎帮忙想办法。虽然治疗已经迟了，但他还是想尽可能的延长患者生命。而五郎却告诉他，癌细胞已经转移全身，已经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秀二对他冷漠的态度非常不满，反问道：“如果林天不是一个小小的销售员，而是上市公司社长，你还会这么回答吗？”五郎知道秀二的意思，但医院的床位就这么多，要利用这有限的资源去拯救其他有可能治愈的患者。提斯教授非常赞同五郎的看法，对于只能等死的病人，就不要占着床位了，要求尽快安排林田转院。与此同时，木村社长的手术已经开始，整体难度并不高，但全体外科还是打起12分小心。麻醉开胸纵隔切除开始非常顺利，但进行到中期，仪器突然亮起红灯，紧急事性，心动过速。一向冷静的五郎此时也有一丝慌乱，立马吩咐助手准备心脏除颤器，绝对不能让病人死在这里。在选拔教授的关键时候，如果让这种大人物死在自己手中，那自己的一切都就毁了。经过紧急施救，心脏总算恢复了正常跳动，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之后血压稳定，切除肿瘤，缝合静脉血管，这台手术也宣告结束。而秀二还是没有放弃林田，他来求助自己的老师大和教授，他是整个学术界的泰斗，也是唯一得到过天皇特殊嘉奖的学者，在整个医学界影响非常之大，为人刚正不阿，不懈社交，整日最新研究。秀二和五郎也都是出自他的门下，相对于急功近利的五郎，大和教授更加喜欢脚踏实地的秀二，并且同意了他的求助。几天之后，木村社长康复良好，对五郎的救命之恩感激得五体投地。
当即给五郎的科室捐了一个1任平台使用。五郎兴奋异常，有了财团的大力支持，自己竞选教授一职就更进一步了。随后他立马来找到提斯教授，要将这一作为活动基金。浪苏大学周年庆在即，提斯作为庆典策划人，如果办得风风光光，那肯定能积攒不少荣光。提斯教授笑提醒五郎：“你可要想清楚啊，这样就等同于对东教授正面宣战，将毫无退路可言。不成功则成仁。”五郎没有丝毫犹豫。回到科室，一通电话让五郎有点惊讶。从来不问世事的大和教授突然要找自己，不敢怠慢，立马来到老师的办公室。见秀二也在场，瞬间明白了7、8分。秀二再次请求五郎主刀，哪怕让病患多活几个月也好。五郎果断拒绝了。秀二说这已经毫无意义。此话让大和教授有些反感，救了王社长一命，还拉了1亿的赞助，老丈人简直比五郎还高兴。眼下的形势一片大好，老皮医生劝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教授选拔是由提名会发起，而能担当提名委员的都是各个科室的老大，拉拢住他们才能算稳操胜券。接着便翻开了一本名册，跟他们一一介绍了6位提名委员：提斯教授、院长、河东教授。这3人是肯定的，剩下的3人先每人给200万作为见面礼，更为以后竞选院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郎也同样受益匪浅，木村社长更是在台上对其大肆夸赞，称他为当时华佗名义扁鹊。看着台上的五郎春风得意风光无限，台下的东教授则一脸凝重。随后老丈人找到提斯教授询问，应该特别给那几个打招呼。提斯顿时心领神会，指出了几人，发现都跟自己预知中的一样，都是即将担任提名委员的几位。老丈人急忙招呼五郎，一起笑眯眯地迎了上去。东教授不甘心被动，在洗手间恰巧碰到第2外科的晶晶教授，他也是其中一名提名委员。东教授直言不讳地说道：“如果五郎真当选了教授，那么第2外科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晶晶仔细一想，五郎平时确实锋芒太甚，他若当权，自己科室本就人才凋零，指定被打压。秀儿不善于人际交往，没有参加庆典，独自留守病房陪护病患。林田市医药公司销售，对于身体检测数据多少懂点。秀儿只能告诉他实情，癌细胞已经扩散，即使手术也无法完全摘除，药物治疗也不会有理想效果，并且剩下的时间最多也只有3个月。面对情绪崩溃的林田，秀儿非常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可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东教授也开始运筹帷幄，立马找来候选人菊川，单刀直入地说自己连通第2外科，会全力支持他。如此推心置腹，也让菊川动怒，正式加入了东教授一派。五郎岳父这边也没消停，掏出一堆钱，开始一个个收买提名委员。为了五郎的大好前途，他可是煞费苦心，倾囊相助。得到好处的3位心中飞速计算，五郎加入提斯一派。目前提斯的实力又是最强的一方，倘若以后当上校长的话，这个对战的肯定徽州于2派集结，开始选拔提名委员。提斯教授职称头衔最高，此次选拔会议也由他来主持，并且提名委员也都是他亲自指认的。东教授知晓己方实力有缺，正准备起身反驳，突然敲门声响起，大和教授走了进来，一众医生顿时肃然起敬，恭敬行礼过后，开始窃窃私语。一向不问世事的老太逗，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里？大和教授径直走向正中位，缓缓坐下。他要求对提名委员重新开始投票选拔。在他的监督下，投票结果很快出来了。提斯教授6票当选提名委员，第1外科东教授3票当选第2外科，晶晶教授2票当选，斜山教授2票当选，野坂教授2票当选，院长则那1票当选，大和教授15票当选提名委员长。在绝对的权威面前，即使所有人心有不甘，但也不敢造次。随后，大和教授起身宣布将摒除一切私人感情，公正无私地进行严格评选。教授选拔仪式将于1周后正式举行。原本非常明朗的局面，被大和教授横插一脚，陡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原本以为占尽优势的提斯一派胜券在握，可没想到大和内教授的突然出现，令局面陡然变得风云莫测起来。整个浪苏大学暗流涌动，只有秀儿一人毫不关心。他最担心的就是癌症晚期的林田。作为主治医生，他想尽了所有办法，但林田的身体每况愈下，即使每天给他注射大量止痛药，可依旧减轻不了他的痛苦。提斯教授发现林田还没有转院，督促秀儿安排他尽快转院，因为外面有很多的病人在等着床位，不要再占用医疗资源了。几天之后，林田自己做出了选择，偷偷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在他看来，既然自己不久于人世离开也好，这样也不会令秀儿为难，也可以给更多的病人透能出床位。可在说这些话的同时，林田的眼里眼含泪花，秀儿看在眼里，却爱莫能助。看着林田离去的背影，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此刻一切安慰的话都已是徒劳。林田跟秀儿做了最后的告别，感谢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不离不弃的照顾，但这并不是可以给他临终关怀的遗愿。
经过林田这件事，秀二心中有太多的困惑。他来找到大河内教授解答疑惑。他始终认为，对病危患者，除了手术和药物外，也应该在心理上给予更多的关怀。但令他困惑的是，提斯教授和五郎讲的也有道理，医疗资源毕竟有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大河内教授告诉他，有关生命的工作是没有一定答案的，只要当上医生这个职业的那天起，就势必会一直烦恼，并且我支持你一直烦恼下去。没过多久，竞选外科教授的提名会议很快召开。在大河内教授的主持下，两边都开始推送己方主教。东教授这边的观点是，目前浪苏医大心血管方面略微薄弱，而菊川在这一领域堪称权威，刊登过多次学术论文，才学和人品也都无可挑剔，还在石川大学获得了教授职称，定能当此重任。而提斯这边极力反驳，声称其他大学的教授头衔在浪苏医大面前都要自降一级。而才前五郎不同，亲手操刀近3000场大型手术，从未失手，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科室一待就是8年，跟基层的人脉也十分稳固。两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不过奇怪的是，原本站在提斯一派的野田教授，在这场争辩中始终保持强。眼看两边争执不下，大河内教授综合两方的看法，开口说道：“为了公平起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人才来参加竞选。”既然大河内教授发话，两方只能默认。但彼此并不甘心，开始重新排兵布阵。菊川似乎有点担心，一旦在全国竞选中落败，那他在原来的大学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将会失去现有的一切研究资源。东教授也看出了他的心思，急忙安抚我，绝对不会让你输的。况且我们还有东都大学的传委教授在背后支持，他可是全国外科协会会长，关键时刻肯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在甄选全国人才期间，东教授进行了一场手术，他主攻呼吸外科。病人的左肺叶需要全部切除，五郎主动请您担当提斯的助手。师徒二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配合了。东教授的医术就如同他的为人，传统古典，但格局狭隘，把声望和地位看得太重，反而被其所累。五郎特意放缓节奏来配合东教授，如果让他来主刀，只需1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完事后，师徒俩一起来到酒吧。东教授对于五郎的感情非常复杂，他打心底看不起五郎的穷苦出身，对他的精湛医术又心生嫉妒。想到五郎平时的傲慢，对他越过自己，私下结交提斯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更是心生怨恨。可再想到他鞍前马后侍奉了自己8年，又有着一丝爱惜之情。可如今的局面，其实想回头已经是不可能了。没过多久，全国人才甄选结果已经出炉，综合多方面因素的考量，总计3名人员入选。分别是东派的菊川、提斯派的五郎，还有一位得到医大的葛系。大河内教授开始征求大伙的建议，可提斯和东教授两人依旧互不相让。在问到野田的时候，之前一直沉默的他突然语出惊人，居然力挺可惜作为人选，顿时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看来半路杀出来的野田也是深藏不露，他想脱离2大派系，自立山头，由此形成了3雄争霸的局面。最终，大河内教授宣布，最终人选将由浪苏医大全体教授投票决定。五郎得知消息后，内心开始忐忑不安。一个空降的菊川已是让他焦头烂额，现在又多出来个葛西，更是让他感到腹背受敌。老丈人立马宴请提斯一派，开始分析目前的局面。现在支持五郎的提斯派有10票，支持菊川的东派有4票，而支持葛西的野田派仅有2票。这对于五郎来说占尽优势，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大河内教授手里所掌握的15票。这老顽固油盐不进，并且对于五郎也颇有成见，只要得到他的支持，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东教授这边也不敢懈怠，经过调查基层的科室人员得知，都对平时不近人情、急功近利的五郎颇有微词，明确表态会支持菊川当选。面对大河内教授手中所掌握的基层15票，双方开始各显神通。提斯教授声称，只要打入他们内部，各个击破，肯定能拉到1半以上的选票。深明大义的老丈人二话没说，急忙掏出钱询问需要多少备战资金。尽管开口，见气氛尴尬，一旁的教授看不惯他一副土包子模样，指责他不要把气氛搞得这么低俗，别有身份的人送礼一定要儒雅，不是像你这样把欲望搞得人尽皆知。老丈人言语一番，看来教授们都是些高品位的人了。按照提示的方法，五郎开始拉拢人心，把基层科室的小兄弟们召集在一起，所有的消费均由他来买单。原本科室人员就对五郎的医术敬佩不已，况且菊川毕竟是空降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一个外人，纷纷表态支持五郎，一致对外。五郎这边在拉拢基层，另一边来找到秀二，整个医大都在选边站队，而只有他置身事外。他很好奇地问秀二，难道你就一点不想往上爬吗？李健摇了摇头，回答，你还记得当初选择当医生的誓言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都会竭尽全力的去救治。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内心非常激动和欣慰，你当时的表情至今我都记忆犹新。五郎沉默不语，
苦笑当年天真的自己，想着仅凭精湛的医术就可以一马平川，实现抱负。可自从踏进这座白色巨塔后，到处都充斥着尔虞我诈，自己当医生的初衷早已荡然无存。不过这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只在他身上逗留了片刻。他是要登上这座白色巨塔顶峰的才前五郎，他要让所有人都臣服在自己脚下，他绝不认输。大战在即，船尾教授特意从东京来到大阪，叮嘱东教授菊川可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他是万万不能失败的。在船尾的人生布局里，如果能攻破浪速医大这座巨塔，加上东都大学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的名望和地位将达到顶峰。为确保东教授能全力以赴地帮助菊川，他搬出了一个重量级筹码。明年会有一个重大项目动工，要建一座阪神医学研究中心。如果菊川竞选成功，他定会推荐东教授来出任研究中心的第一任院长。经过多方势力紧锣密鼓的布置，教授选举会议即将开始，见所有人员均已到齐。大河内教授起身宣布，经提名会选举，总计3名人员入选：石川大学的菊川教授、德岛医大的葛西教授，还有本校的财前五郎。请各位开始投票。这时，东教授突然起身，宣布对这次的投票自动弃权。此话一出，顿时惊呆了所有人。东教授继续说道：“财前五郎是我培养多年的得意门生，而我之所以推举了菊川，是为了学术和医大的将来考虑。但如果支持他的话，就等于对五郎落井下石，所以只能放弃投票的权利。”众人顿时被他的高风妙简所感动，也被他的深明大义所折服。提斯稍加思索后，顿时反应过来，老狐狸演这场戏就是为了让大伙动摇，急忙站起来大声呼吁，请大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控，公正理智地选出最合适的人选。经过东教授这一出清高的表演，原本对于五郎有所同情的教授们，在投票时确实有些动摇。本来想着五郎躬耕多年，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于外来的菊川多少有点排斥，但东教授的表态是为了学校，也是在为所有人的未来考虑。仅此一事，五郎的同情票落空，最终才前五郎12票，菊川11票，可惜只有7票，没有一个人的票数能超过总票数的1半以上，所以按照规定将启动最终决议，在得票最高的2人之间再进行一场最终投票，以票数最高者获胜。这个决定令双方都措手不及，眼下只有看谁能率先得到葛西的7票，便胜券在握。老丈人深知只差这临门一脚了，直接下了血本，放出狠话：1亿不行，那就砸2亿。提斯这边也准备下场拉票，第一外科的科员也坐不住了。如果五郎输了，那么他们有可能被贬到乡下。如今他们都绑在同一条船上，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他们直接来到石川大学，跟菊川摆明了立场，劝他主动退出，否则即便他当上教授，基层人员也不会协助他的工作。东教授这边也在千方百计的拉拢野田，希望能得到葛西的欺骗。他承诺野田一旦菊川当选船尾教授，定会推荐他当选医学会的理事。这样一来，等您退休之后，无论是行医还是从政，都可以方便行事。想必五郎那边也会给您开出优厚的条件。再多钱财也都只是眼前的利益，一个学者的未来才是您要慎重考虑的事啊！前脚刚下东教授的车，后脚就受到提斯的邀请，老丈人直接拿出了厚厚的几沓钞票，足足有8000万，只为卖自己眼下的人情，以后定会中邪。野田表面不露声色，内心早已开始盘算，目前局势极不明朗，如果五郎当选，自己收下8000万，适当的再分1分。可菊川如果获胜，虽然这笔钱要原封不动的退回去，但自己转而就能当上协会理事，无论怎么算，自己都不会吃亏。浪速一大教授一直在整个医学界来说至关重要，几乎可以引领全日本外科的走向。为了这个宝座，衣冠楚楚的教授们个个心怀鬼胎，拉帮结派。而在明天就将揭晓这最后的答案。在教授竞选的前一天，一个叫雍平的患者来到了浪速医院。他最近总感觉胸口发闷，稍微吃一些硬点的食就难以下咽。没有人能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病情将会给浪速医大带来一场轩然大波。秀二第一时间给雍平做了胃镜检查，根据结果显示，他怀疑翁平患的是食道癌。为了更加确诊，他来找到五郎帮忙分析，结果不出所料，而且病情已经进入第2阶段。这个时候开刀切除无疑是最佳时机，可五郎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因为明天就是教授竞选的最后一天，只是让秀二准备好资料，将病人转到外科等待。浪速医大第一外科教授一直是含金量非常高的职位，不仅代表着医学的顶尖，更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而今天将是提斯派跟东教授一派的最终对决，也是五郎和菊川命运的最终归属。随着提斯的喊票声在空中回荡，五郎和菊川的票数也在交互叠加。此刻的窗外寒风刺骨，屋内则剑拔弩张，每画一笔都似掀起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短短几分钟，在有心人的眼里却犹如几个世纪。随着最后一票的揭晓，提斯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随后他义正言辞地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五郎。
此时此刻，五郎心口奔涌出巨大的喜悦，对提斯教授深深的鞠了一躬。卧薪尝胆了8年，终究如愿以偿。提斯笑眯眯的说道：“这可是你要铭记一生的大事哦。”与其说是他为五郎高兴，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经过这次竞选，他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网，即使在未来的校长竞选中，他也将立于不败之地。有人欢喜有人忧，东教授一派一败涂地，一下子仿佛苍老了许多，一脸深沉地拨通了菊川的电话，跟他宣布了结果。没想到菊川异常的平静，他似乎早已经猜到了今天的结局。他深知自己只不过是船尾和东教授为了实现个人野心的妻子罢了。而五郎则不同，他会将身边的一切资源转化为自己的工具，所以结局早已经注定。经此一败，菊川也无颜在医疗界立足，主动辞去石川大学教授一职，准备出国继续研究工作。此刻的五郎政权身心地享受着命运的辉煌转变，以胜利者的姿态对着东教授迎面走来。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礼貌地施了意，彼此也都心照不宣。晚上众人都在纷纷祝贺五郎当选，老丈人更是眉飞色舞，多谢各位贵人的提拔，我们才浅家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教授声誉，也不枉我从早到晚看女人屁股，拼命的攒钱。众人听完捧腹大笑，其实他们个个心怀鬼胎，只不过是拿了才钱家的钱，办了自己的事，一场喝罢再接一场。基层的客源们也是手舞足蹈，五郎更是陶醉于众人的赞美之中，高声放话：今天全场消费均有财前公子买单，今天不把这一整条街喝遍，谁都不允许回家。不同于五郎那边的前呼后拥，秀儿则一如既往的平淡，但她心里也为五郎感到高兴。妻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希望丈夫能当上教授。可秀儿是个非常单纯的医者，只想脚踏实地地完成每天的工作。她非常讨厌职场上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玷污了医者的名誉，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东教授这边更加消沉，由于菊川的落选，自己也没有脸面去当研究院的院长。妻子气急败坏，堂堂一个浪速医大的教授，到最后连个返聘的地方都没有，这还不被人闲言碎语，到处嚼舌头啊！女儿反倒觉得这样挺好，至少从此以后，这个家里再也不会充斥着勾心斗角。安慰父亲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了。第二天，五郎作为第一外科教授，便命将会在明年正式下达。接着，他以教授的名义，将科室里曾支持过他的嫡系一一进行了封杀。最卖力的几位亨通官升1级，委以重任，并特意将新人柳原任命为庸平的主治医生。这对新人来说可是千载难逢。他自己也接到国际外科协会的邀请，开年之后即将前往波兰华沙进行特别演讲。秀儿找到五郎，询问庸平的手术安排，时间定在今年最后的看诊日。他之所以定在这天，是因为那天正是东教授上班的最后一天。如今的五郎不想再跟在他的身后做小跟班，也不想听那些所谓正义的训导。五郎当上教授的消息很快传得人尽皆知，许多医疗相关的公司都纷纷备上厚礼，前来祝贺，卑躬屈膝的祈求能得到五郎的恩惠。毕竟五郎现在位高权重，只手遮天，用谁全凭他一句话。这时，柳岩医生神色慌张的来告诉五郎，庸平一家不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五郎眉头紧缩，烦躁起身，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扫兴？庸平夫人请求保守治疗，因为丈夫惧怕手术。五郎不耐烦地说道：“如果不手术，就很难完全掌控病情的转移，局部复发的几率会更大。想要活命，就只有手术。如果同意的话，就请尽快在同意书上签字。”柳岩也随声附和：“这只是一个基础手术，风险并不高，难得是发现及时，肺部也没有阴影。”可当他回头看了次光片的时候，突然惊了一下。庸平妻子似乎看出了他有所犹豫，出言询问肺部是有什么情况吗？五郎这时强硬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请尽快签字。”他是不想手术延期，不想继续跟在东教授的身后做跟班，而是要以胜者的姿态接手教授医治。在术前的研讨会上，柳岩颤颤巍巍地说：“肺部能看见轻微的阴影，会不会是癌症已经转移了？提议还是深度检查一下比较好。”这时护士君子进来通知，庸平已经同意签字了。五郎脸色顿变，怒声呵斥：“不要在会议上多嘴！”接着起身怒批柳原：“你给我听好了，这不是转移，病人半年前就得过肺炎，很明显是救急病变。如果做胸腔镜检查，那明天的手术就会来不及。”此刻的五郎心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目空一切，独断专行，不允许任何人顶撞他的判断。今天是东教授在职的最后一天，经过几天的沉淀，他决定要跟五郎和解。毕竟有着8年的师徒情分，最后带着怨恨决裂，也是件遗憾的事。庸平在家人的陪伴下，正要前往手术室，秀儿急忙找到五郎，指出患者的肺部有癌细胞转移的风险，如果强制手术，会加快病人的死亡。此刻的五郎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说，反而指责秀儿：“你裸眼观察那么厉害，能否确定这是不是癌症转移？”见秀儿无言以对，五郎继续教训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最终会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机。可秀二本着为患者着想，依旧坚持用胸腔镜检查一下，为什么非要急于今天动手术呢？五郎此刻怒不可遏，直接对道：“这是我们外科的事，轮不到你那颗指手画脚。”昔日风光无限的东教授最后一次查访，如今身后只剩下寥寥几人。在得知五郎今天有手术之后，他心中万般不是滋味。再怎么紧急，也不至于连面都不露一下吧？连说一声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吗？手术室里，五郎依旧冷静地开展手术。所有人都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今天开刀，但没有一个人敢出言询问，也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心里在想着什么。只是隐隐地感觉到，今天手术刀映出来的寒光格外冷冽。提斯教授闻讯特意赶来，假惺惺地跟东教授做了告别。原本想和五郎真心和解，可现在看来，他只能孤独地落寞，扔下几句话后便凄凉地离开了。理想寄托于伟大的灵魂，而野心只能寄身于狭隘的蹊跷。手术非常成功，五郎志得意满。在人世间，不管拥有多大的权力，多么雄厚的财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都不会生病。而他财前五郎，只要手里握着手术刀，就是那个定人生死的神秘。他也由此完成了人生蜕变。随着财富和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在急剧膨胀，神态也变得趾高气昂，说话的语调更是飞扬跋扈，发型也从以前的偏分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大背头。他本人也即将前往参加国际外科交流会，可谓是风头正旺，前途无量。而相对于五郎的高调，秀儿则沉稳许多。对于金钱和地位，他丝毫不感兴趣，本着医者之心，每天尽心尽职地对待每一位病人。这天，他特意来看望雍婷的术后恢复状况。就在这时，雍婷突然即刻不止。秀二似乎听出声音有所不对，联想到术前雍婷肺部的阴影图像，他有些担心，便急忙找来主治医生柳院询问情况。由于是五郎主刀，柳院不敢往下判断，便急忙给五郎打去了电话。五郎一听是秀二要求复查，大声斥责柳院：“你才是主治医师，我们外科的是什么？事后轮到内科来指手画脚，肺部浸润性阴影就是术后肺炎。”适当用点抗生素即可。柳岩见五郎发火，不敢反驳，只好礼貌地劝秀二不要再插手。到了晚上，雍平的病情突然加重，紧急转入了观察室。此刻的柳岩十分慌乱，明明按照五郎的吩咐已经打了抗生素了，为什么会适得其反呢？眼下只能先给病人输氧，安排 CT 查找病因。第二天，雍平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而此时的五郎正在参加出国前的践行会，柳岩不敢惊扰，只好拿着影像来询问科室前辈。雍平肺部的白色阴影突然扩散，会不会出现了术后并发症？前辈也惧怕五郎的威严，他的判断是不允许任何人反驳的，轻描淡写地告诉柳岩，既然财前教授说是术后肺炎，那肯定没错。可柳岩心里依旧忐忑不安，因为在术前他就发现肺部有阴影，现在手术成功了，阴影缺乏扩散，他怀疑是癌细胞转移，于是急忙打车来找到五郎，跟他详细说明了情况，希望他能回医院复诊。可再次遭到五郎的痛骂，作为主治医生，这么点小事就要劳烦教授，你以后还让我怎么提拔你？用强力抗生素压住就行。五郎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失魂落魄的柳岩只好乖乖地回到医院，即使心里怀疑是癌细胞转移，他也不敢反驳，因为一旦反驳，就等于是在质疑母狼的判断，自己的前途也就毁了。内心一番痛苦挣扎后，还是屈从了五郎的权威，给雍平用了强力抗生素。第二天早上，也许是新药起效，雍平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而五郎此刻已经顺利到达波兰，开始为期半个月的交流会。刚下飞机，他就直接来到华沙医大，和一众国际外科的权威见面。会长艾玛森教授虽然表面十分客套，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五郎的轻蔑，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亚洲能出什么外科名医。五郎心知肚明，心中暗自发誓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雍平的病情再次开始反复，高烧不退，呼吸衰竭，只能靠氧气面罩艰难维持。秀儿得知这消息后心急如焚，经过上次的不愉快，他又不敢贸然插手外科的事，只好通过邮件把老黄病情恶化的事告知了五郎。而此刻的五郎正在国际权威面前做公开手术，他精湛的刀法令国外一众教授们惊叹不已，之后的演讲更是大获成功，彻底掀翻了他们对亚洲的偏见。而秀二这边一封封邮件的催促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雍平的病情已经到了10万火急的地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Sir 心急如焚，他管不了那么多，强压着怒火帮忙救治。可外科的科员们担心五郎得知秀再次插手他们外科的事后，降罪于他们，将秀活生生地赶了出去。最终，雍平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去世。而远在国外的五郎对此浑然不知，正在享受着成功的喜悦。提斯教授得知后大为震怒，把所有科员骂得狗血淋头。但冷静过后细想，五郎是主刀医生，是自己的中坚力量，竞选校长还需要他为自己摇旗呐喊，
事到如今，只能将这件事压住，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能让死者家属解剖尸体，对外宣称死者是死于之前的肺炎并发症，跟手术无关，然后换上一副沉痛的表情前来安抚。家属开始哄骗雍平的妻子，让她把丈夫遗体的器官组织捐献给医院，成为推动医学进步的宝贵资料，让他们来进行解剖研究。妻子一听，愤然拒绝。见家属并没有继续纠缠医院的意思，也就是不知道病情的真相，提斯和外科科员使了个眼色，接着几人装模作样的鞠了一躬，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秀儿突然冲上前，开口说道：“解剖不仅是为了医学，还可以明确您丈夫的死因。”可不明真相的雍平妻子不想丈夫死后遗体再遭摧残，果断拒绝了秀儿。紧接着灵车一到，见雍平的遗体抬上车后，灵车司机见这么多医生出来送行，一名死者感到十分罕见，随口说了一句：“这种场面一般都是出了医疗事故。”雍平妻子一听，顿时醒悟，秀儿医生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心想一旦火化了，真相就永远不得而知了。急忙叫停了司机，答应对丈夫的遗体进行病理学解剖。而主刀人正是刚正不阿的大河内教授。很快，解剖结果出来了，死者的尸管癌手术做得非常完美，但是经过检查，左肺有癌症转移的病灶，原因是肺癌性淋巴管引起的呼吸功能不全，并且可以明确断定，在术前癌细胞就已经扩散到了肺部，从而证实了五郎的判断错误，并非是炎症性肺炎，而是肺癌。柳岩听完，心中懊悔不已，都是因为自己的懦弱胆怯，渐渐害死了雍平。没过几天，满载荣誉的五郎也回到了国内，得知雍平的死讯后，表示很遗憾，但你们也经过了全力救治，医院这个地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打起精神来去诊治其他患者。葬礼上，雍平夫人询问秀儿，财前医生为什么不来道歉？他明明就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我要告他。秀儿无言以对，只好默默地鞠躬离开。几天过后，金金教授在会议上指责五郎刚上任就有患者死在了第一外科。提斯见状，急忙转移了话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秀儿医生的研究成功获得了局奖，这代表着日本癌症学会的最高奖项。众人听闻纷纷点头，对秀儿的品格和医术赞不绝口。五郎前来恭贺之时，也告知秀儿，让她以后专心研究，不要再插手其他科室的病人了。这时，秀儿告诉他，因为雍平的事，雍平夫人正准备起诉。五郎一脸的不屑。他深知医疗纠纷是所有诉讼类里最难的一项，不管是原告还是原告律师，甚至连法官都是医学门外汉。相反，被告全是专业的医学人士，就连证人席上的医生也会有强烈的同行意识，因为这种官司很可能就会轮到自己头上，所以不可能做出对同行不利的政策。果然如同五郎所料，雍平夫人找遍了所有律师，可对方一听要告状，苏医大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愿意接下这个案子。与此同时，东教授的女儿之子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这个其貌不扬的律师。教官口原本生意不错，可由于接手了几件医疗官司后遭到惨败，事务所也紧邻倒闭。在之子的软磨硬泡下，答应了他留下来做一名文员。恰巧这天，雍平夫人找来了这间事务所，简要说明来意后，请求他能帮忙。可关口一听又是医疗官司，无奈地拒绝了他。几天下来，雍平夫人已经心力憔悴，关口的话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场晕了过去。他恢复意识后，关口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如果您一定要打这起官司，就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这种医疗纠纷有可能会持续几年，并且胜诉的几率渺茫，即使胜诉，赔付的费用也寥寥无几，普通人根本就耗不起。雍平夫人的眼神无比坚定，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查明真相，为丈夫伸冤，是观望苏医大的名誉。皮斯教授亲自出面，请出了一名金牌律师。国平虽然年纪不大，但对于这种官司，他身经百战，从未有过败绩。经过分析，国平很快制定出了方案。首先，死者的手术是绝对成功的，原告无非会抓住术前没有发现肺部癌细胞转移和术后误诊延误治疗为由提起诉讼，只要堵死这两条路，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时，五郎插言，死者有过肺炎病史，术前的影像有阴影，判断为肺炎是无可厚非的事。术后体质虚弱，发烧咳嗽也是肺炎的典型症状。秀儿听不下去了，在术前和柳云医生都提出过质疑，并且多次提议做胸腔镜复查，可都遭到了五郎的驳回。虽然秀儿的发言属实，但柳岩却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五郎手中。其他科室也都说没有这回事，五郎也表态根本不记得他们向自己提过此事。这时，国平律师起身让大家修改一下病历记录。一听到篡改病历，柳岩心中咯噔一下。国平特意强调，不是篡改，是修改，你一定要记清楚。秀儿实在不愿同流合污，起身愤然离去。大家按照国平的吩咐，用涂改液篡改了雍平的病历记录。第二天，关口来到浪苏医大，把与死者的相关医疗资料做了证据保全。
事无巨细，一一拍照留存。就在这时，他发现柳莲的病历报告中有过涂改的痕迹。这种龌龊事他见得多了，立马对着阳光将其反面的原文拍了下来。但是从业多年的他明白，在这场官司中，就是有备而来，也很难胜诉。正苦想对策之时，恰巧遇见了秀二。由于职业的关系，他见过了太多的黑心医生，所以他对医生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好感。可当他听到秀儿愿意主动出庭作证的时候，不由得让他大吃一惊。这件官司还没开庭就闹得沸沸扬扬，东教授也得知了此事，急忙责令之子辞去这份工作，前任教授的女儿帮忙起诉现任教授。这会让人怎么想？以从医多年的经验告诫女儿，这种官司打起来无休无止，原告肯定败诉，你参与其中势必会受到牵连。可之子依然我行我素。终于到了正式开庭这天，首先出场的证人是外科的讲师，毋庸置疑，他的证言自然是偏向五郎，并且当庭夸赞五郎的手术非常成功，声称死者是死于不可抗力因素。面对光客律师询问，按照提前的剧本回应的振振有词。这一回合，关口律师是想将裁前五郎术后的误诊作为进攻点，可法官没有表态。第二名证人则是大河内教授，他为人一向是刚正不阿，如实陈述了事实。如果死者只是肺炎，那动手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五郎并未在术前做详细的检查，对癌细胞转移的风险没有考虑到，所以作为一个外科临床医生，他欠缺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大河内教授的证词对五郎略显不利，局势倾向于向原告一方。第一轮结束，接下来将有被告一方进行询问。柳岩是自己人，不必担忧，而雍平夫人对法律和医疗一窍不通，正好趁此机会扳回一局。开庭之前，五郎开始做柳岩的思想工作。柳岩深知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在五郎掌控之中，即便内心挣扎于医生的职业操守，但在权力面前，他也不得不低头去。从庭审开始，柳岩面对询问说，死者生前的确患过肺炎，术前的肺部阴影，谁看都会判定为肺炎，所以我们都认同裁前教授的判断。这时关口起身拿出了死者的病历，说到这份病历是你亲手所写，有过修改痕迹。我对着光拍下了原文，请柳岩医生读一下。柳岩战战兢兢地拿起病历，不用看都知道自己当初写了什么。癌细胞有转移肺部的可能性，有必要做胸腔镜检查。国平律事件情况不妙，急忙起身补救，说道：医生也是凡人，也会有写错的时候，对于错误的病历进行修改实在正常不过。柳岩此刻也激动起身，附和国平的说辞。随后死者家属上场，国平用那3寸不烂之舌，故意将其塑造成勒索天价赔偿金的刁民。怨妇第2轮结束，五郎一方占据优势。接下来将是关键的最后一轮，由五郎和秀二共同接受问询。提斯教授找到秀二，笑眯眯地告诉他，准备举荐他去参加国际癌症交流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嘱咐他带上夫人一起好好放松一下。接着故作深沉地说，过2年我将退休第一内科教授一职，我很看好你哦，但如果你执意要出庭作证，那整个浪苏义大也不会容你，事关你的命运前途，孰轻孰重，你可要考虑清楚。妻子一向不问工作，但这次非同小可，他开口劝秀二，如果这次你出庭作证，我就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家。如此决绝的话让秀二陷入了沉思，随后他开口说道，我只是想尽一个医生该尽的责任，查清真相，还死者一个公道。妻子几近崩溃地说道，我不奢望自己的丈夫多么伟大，只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个家，考虑一下我跟孩子。此刻的秀二也说不出安慰的话，只是轻声地说了句道歉，便转身离开了家。在秀二心中一直坚守着一个信念，作为医生就应该对每一名患者的生命秉持严肃的良知和敬畏的态度，这是作为医生必须遵守的医道。很快到了最后一次庭审，证人席上的五郎语气坚定地讲述着治疗经过，可当关口问他是否有人向你提出过做更详细的检查，五郎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就在这时，秀二走进了法庭，所有人顿时开始窃窃私语。在他走进证人席的同时，妻子也在默默收拾衣物。秀儿如实陈述，明确指出了术前曾向五郎提出过死者有癌细胞转移的风险，证词相互对立。法官决定听取第3方鉴定人员的报告，然后再做出最终宣判。秀儿回到家，结婚这么多年，家中第一次没有亮灯，也没有人端上热腾腾的晚饭，空荡荡的房间只剩下他一个人，心中不由得叹了口气，想自己也到了该离开浪苏医大的时候了。几天之后，第3方鉴定结果出来了，鉴定人是洛北大学的唐木教授，也是医学界的权威人士。法官在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做出了最终判决。结果不出所料，原告败诉，并且还要承担高额的诉讼费，五郎没有任何责任。死者终于体会到了医疗官司的痛楚，
黑白界限如此模糊，出第三方鉴定的也是医生，自然偏袒同行。雍平夫人愤怒的要提起上诉，关口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判决也是一份甜音，但还是好心劝导：第三方鉴定报告是我们败诉的关键原因，如果要赢，只能奢望出现一位能站在患者立场上发言的正直医生，而且上诉的费用巨大，无疑是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雪上加霜。不出所料，提斯将一份调任交到了秀儿的手上。表面上看似升迁，但实际上是把他贬到了一处偏僻大学，研究设备简陋，没有科研经费。虽然秀两早已预料到了结果，但真要面对这份卑劣的人，是变动依旧气得浑身颤抖。即使心中有再多的愤怒，但依旧要面临现实，含辛茹苦在这里奉献了8年，这里就像他第2个家，没日没夜的刻苦钻研。况且已经出了成果，即将进入临床阶段。可现在浪苏医大已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也是时候该离开这座白色巨塔了。他奋笔疾书，留下了一封辞职信，遗憾离去。自从打官司以来，雍平夫人的便当铺也几近倒闭，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但她依旧语气坚定地告诉关口，准备变卖所有家当，势必要为丈夫讨回公道。第一外科的护士君子看到杏儿离开后，也提出了辞职。柳岩和他互有好感，问他是否因为自己做伪证才选择离开。君子没有否认，如果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他会越来越讨厌这里的每一张面孔，也包括自己。这座雄伟的白色巨塔象征着医学和权威，但在厚重坚实的围墙内却有着肮脏的人心。曾经的浪苏医大绝代双骄，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凄凉落幕，他们分别选择了截然不同的2条路。之子对于秀儿的辞职心怀愧疚，因为帮原告出庭作证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不过秀儿此刻也已经释然，作为一名医者，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了一家餐馆，而这里正是他跟五郎进入浪苏医大后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当初2人同期入学，也经常会因为医学上的问题吵架，不过2人都觉得彼此会成为一名好医生。想不到短短几年，如今已是物是人非。夜深人静，五郎默默地走进了秀儿的办公室，环顾四周，感慨万千。回想起秀儿总是形单影只，可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对功名利禄更是嗤之以鼻。五郎心中不由得叹息，在这世上，他谁都可以战胜，唯独李建秀儿不能。他能在这5颜6色的大染缸内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开始着手构建他的宏伟蓝图，就是眼前这座浪苏大学附属尖端癌症治疗中心。他要把这里建造成日本最好的医院，如果能顺利建成，他将成为这里万人之上的负责人。望着眼前的施工现场，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巨大的使命感，心中立下豪言，一定要将这里变成凌驾于世界之巅的医院。这天，大河内教授来找到秀儿，给他推荐了一个更加适合的去处。那里虽然设施简陋，但没有勾心斗角，相对五郎而言，他更看重秀儿的医德。几天过后，秀儿准备前去就职，五郎得知后前来送行。2个人虽然性格不合，但五郎十分敬佩秀儿的内科技术。他笑着告诉秀儿，你先去委屈3年，等癌症中心建成后，我会亲自邀请你回来当内科部长。我要聚集各个领域的精英，在癌症临床和研究2方面都走在世界前沿，努力把这里打造成每个医生心中最高的殿堂级医院。秀儿一脸冷漠，他深知只要是五郎当权，无非就是跟浪苏大学一样的另一座白色巨塔而已。转眼1年过去，癌症中心的施工进展迅速，五郎正踌躇满志地向着心中理想迈进。秀儿经过1年的努力，当上了内科主任，没有了勾心斗角，日子过得也十分充实。而关口律师这1年时间以来，也在四处找关系，可求遍了所有医院，没有一位医生愿意出面帮忙上诉。迫不得已，他只好来求助东教授，恳求他能站在死者立场上，出具一份公正的证词。结果不出所料，遭到了东教授的拒绝。五郎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学生医德有愧，爆出丑闻，那岂不是等于在打自己的老脸？关口最后一丝希望也已经破灭，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雍平夫人一家因为变卖了店铺，只能靠摆摊谋生，日子也是苦不堪言，但内心始终坚持要上诉。柳岩看到眼前的景象，心中万分愧疚，毕竟雍平的去世，她有间接的责任，并且还在法庭上做了伪证。原告一方的频繁活动早已引起国平律师的注意，不过只要没有新的有力证据，即便上诉也改变不了结局。但是柳岩的性格懦弱，上次出庭就言辞闪烁，作为雍庭的主治医生，他可不能反水。五郎立马给柳岩安排了一名相亲对象，并且还会让他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以后的癌症中心也会有他一席之地，试图让柳岩稳定立场，不要做傻事。这天，东教授来找到秀儿，从他口中也得知了雍平官司的来龙去脉。东教授一直想不明白，五郎平时一向沉着冷静，为什么当初一定要急于手术？接着询问秀儿，雍平手术那天是什么时候？秀儿脱口而出：前年12月26日。
东教授一听如遭雷击，所有的一切顿时明了。那天正是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天，本来那天是想和五郎和解，居然仅仅是因为他的私信，就让一位可怜的患者丢了性命。气急之下找到五郎，希望他去给雍平一家赔礼道歉。五郎早已听够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对东教授之前的行为至今还心存芥蒂。况且在他看来，自己的诊治根本没错，冷冷地拒绝了东教授。终于，东教授下定决心，要在上诉之时出庭作证，同时也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并且告诉关口去找以前第一外科的护士君子协助。他现在已经辞职，不再是五郎的属下，应该会对案件有所帮助。五郎对此似乎并不担忧。现如今，癌症中心的建设才是重中之重，一定不能受到官司的牵扯。而在声势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瘫痪在地。五郎并没有在意，心想可能是自己操劳过多。几天之后，上诉一事正式开庭。首先接受问询的是东教授，虽然对五郎之前的行为还有些怨恨，但自从竞选失败，离开了浪速医大以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也因为受到秀二和关口律师的影响，他摒弃了医学派系的束缚，从一个真正的医者角度进行了回答。接着，他向死者的家属赔礼致歉。毕竟五郎是自己的爱徒，弟子犯错也是他教导无方。一阵骚动过后，东读大学的传委教授走上证人席。从教授竞选开始，他就跟武王对立，但癌症中心这个肥差却是他无法抵挡的诱惑。五郎曾承诺过，他会将几个重要职位留给东都大学传委的这出临阵倒戈，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两位证人的证词相互对立，庭审局面陷入了僵持，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证明五郎有错。法官只好宣布暂时休庭。不出意外的话，这次上诉的结果依旧会维持原判。雍平夫人怨声载道：“明明是我们在打官司，为什么结果却出来一堆医生说些晦涩难懂的医疗术语？我们当事人根本就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一下点醒了关口律师，自己的诉讼方向就是个错误，将庭审搞成了医学争辩会，因此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医生应该如何面对患者。如果当时对雍平不开刀，采用保守的化疗治法，那就不会在短短的几天内去世，有可能活上3-5年。况且病人有自主选择开刀或者化疗的权利。可五郎当时并未告知，只留给雍平一个选项：想要活命，必须开刀。重新开庭后，伤口按照重新制定的方向询问五郎，通常情况下，癌症患者有哪些治疗方案？五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种是通过手术完全切除病灶，另一种是通过放疗或化疗来延长患者的生命。接着问死者家属手术前医生是否告知了这2种方法可自主选择。雍平夫人摇了摇头。五郎顿时醒悟，知道自己掉进了关口的陷阱，接着强装镇定地补充说道：患者已经在同意书上签字，就代表着同意了自己的方案。雍平夫人立马反驳：那是你说只有手术才能活命，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第2种方案。关口趁势大声斥责人命关天，对患者病情不充分说明，隐瞒事实，强迫性质让患者签署同意书，作为医生就是恶劣的王部职守。此刻整个法庭安静的有点可怕，哪怕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也能听见声响。五郎缓缓地闭上眼，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现在这种局面，看来一切都是自己的宿命。此刻脑海里思绪万千，那座最高规格的癌症中心还在外面等着他，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开始，绝不能就这么倒下。他猛地睁开双眼，开口说道：我曾严厉要求过柳原医生，要对肺部的阴影进行明确说明，等患者同意后再签字。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柳原医生的责任。五郎也是无奈之举，眼下只能弃车保帅。柳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直敬重的五郎教授竟然把自己当成了替罪羊，自己的前途已然尽毁，倒不如来个鱼死网破。五郎料定没有人会站出来声援柳原，这招壁虎断尾的策略最终还是起效了。第2回合结束，众人陆续离场之后，一直在庭下的护士君子目睹了整个过程，他找到关口，愿意站出来出庭作证。这一幕恰巧被国平发现，众人商议，旁听席上的发言不会被作为证词，柳岩如今被作为弃子，他的发言法官更不可能采纳。现在唯一需要提防的就是君子，担心他手里有强力证据影响案情走向。经他这么一说，五郎顿时回想起在讨论手术方案的时候，君子的确在场，当时还记录下了会议内容，这份资料可千万不能落入对方手。终事不宜迟，五郎立马拨通电话，责令连夜销毁会议记录。第3回合开始，君子作为证人，如实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罗平信心十足，因为会议记录已被销毁，死无对证。可万万没想到，雍平的全程治疗，除了医生的病历记录以外，护士也会手写一份护理记录，以楼层为单位，方便对患者进行看护。随着君子的如实阐述，一切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认证物证据在，确实是五郎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国平见情况不妙，紧急补救，质问最后一个证人秀二。即使五郎采用了其他治疗方法的说明，是否能改变患者死去的结果？秀儿回答，患者的癌症已经扩散，确实很难根治，但如果选择放疗或者化疗，或许会有多生存几年的时间。对于癌症患者来说，1-2年和1个月不可同日而语，该怎么选择是病人最后的权利。经过2次开庭审理，这场官司也迎来了最终宣判，五郎败诉，向原告一家支付3万日元的赔偿。五郎一听，顿时犹如晴天霹雳，经此败诉，自己的前途尽毁，一辈子都无法抹除这个可耻的污点。众人急忙将他送往了医院，经过抢救，五郎慢慢的恢复了意识。他急忙询问自己的病情，医生告诉他具体病因要等 CT 检查结果。五郎点头催促尽快安排检查，他还要继续上诉，一旦现在倒下，不仅前途尽毁，自己也将一辈子都背负着这个污点。在检查五郎的影像时，发现在他的肺部末端长了几颗肿瘤，毋庸置疑，肯定是肺癌。提斯知道五郎是癌症专家，是瞒不住的，所以他毫不忌讳地告诉五郎，虽然是肺癌，但好在处于初期，有根治的可能。五郎骤然一惊，接过影像细细查看，淋巴结没有肿大，胸膜也没有增生，确实是处于初期阶段。稍稍平复了情绪后，开始指导治疗方案。在这一阶段，手术切除是最佳选择，要尽快的恢复过来。不仅官司要上诉，还有癌症中心的人员名单要拟定。提斯略有所思地打断了他，让他安心静养。癌症中心的事先放一放，负责人到底是谁，暂时先不发表。五郎听完，顿时沉默了许久。他听出了提斯话中的意思。癌症中心负责人是不允许的癌症的，更不能是医疗官司的输家。自己卧薪尝胆拼搏了一辈子，绝不能就这样倒下。立马打通了国平律师的电话，让他准备好上诉材料，自己绝不能就这么认输。晚上心情沉闷的他来找到秀二，似乎走出浪速那座让人窒息的白色巨塔，心情也畅快了许多。也只有在秀二面前，他才能揭开心扉，畅所欲言。想不到治好了几千人的癌症专家，自己却得了癌症，这世上就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了。秀二能体会到五郎此刻的心情，问他是否选好了手术的主刀人。五郎偏头一笑，本想自己动刀，但这次是真的束手无策。秀二提议请东教授主刀，他毕竟是首屈一指的肺癌专家，这一点五郎心里十分清楚，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却无法开口。想不到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最让自己信任的，居然是在法庭上对抗自己的老师，还有眼前这个男人。秀二明白五郎的顾虑，现在事不宜迟，主动提出由他前去请求东教授。东教授一听五郎得了肺癌，心中不由得一阵揪痛。虽然在法庭上跟五郎对立，但得知五郎最想让自己主刀之后，心中十分欣慰，师徒多年的心结也烟消云散，一切准备就绪。东教授也打起12分的精神。可当随着手术刀缓缓划开胸部，眼前的一幕顿时震惊了所有人。五脏六腑上已经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小肿瘤，癌细胞明显已经扩散，现有的 CT 技术根本扫描不出来，只有开清之后才能知晓真实情况。扩散到这种地步，已经无力回天了。东教授低声说道：“缝起来吧，不要再无谓的消耗五郎体力了。”老丈人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噩耗，五郎的癌症随时都可能扩散到骨髓和脑部，剩下也仅有不到1年的时间了。老丈人悲痛欲绝，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提斯校长上前安慰，一定不要把这个结果告诉五郎，官司才刚刚败诉，如果再得知自己罹患绝症，这对五郎来说太残忍了。几个小时后，五郎逐渐苏醒，迫切地询问手术情况，所有人都告诉他非常成功，肿瘤已经完全切除。五郎也终于放下心来，可是想要瞒住一个资深的癌症专家，谈何容易？几天过去，五郎发现对自己用药方面心存疑惑，既然已经切除只需要口服抗癌药即可，可为什么还要静脉注射化疗药物？东教授善意地搪塞了几句，总算强行瞒过一次。可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五郎才真正起了疑心，并且胸内的压迫感越来越重，丝毫没有食欲，根本不像一个手术成功的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他心中似乎已经猜到了答案。随后，他给母亲打去了电话，从当上助理教授那天起，就说要接母亲来大阪。可后来竞选教授官司缠身，一直没有兑现，现在只能最后一次欺骗母亲了，说等自己康复后一定接她来大阪。挂断电话后，看着自己这双曾经叱咤风云的双手，靠着他一步步地爬向了白色巨塔的顶峰，而如今却连手术刀都握不稳了。五郎怀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头部，他连夜来找到秀二，让他重新帮自己做一次检查。他怀疑肺部癌细胞没有切除，并且已经扩散至全身，所以只开了胸，然后就马上缝合。你帮我看看，我这最后一次诊断是否正确？很快结果出来了，一张张影像无比清晰，结果正如自己所料，肺部病灶没有切除，癌细胞已经扩散，剩下的时间最多只有3个月。五郎笑着点头，
3个月啊，就算继续上诉，恐怕也活不到判决的那一天了。这都是我的宿命啊！秀儿强忍着泪水，请求五郎转来他们病院，自己来当他的主治医生。得知了真相的五郎也已经释然，开始笑着配合每一个人安慰蒙在鼓里的妻子，迎合着岳父的冷笑话。可每笑一声，都会牵扯出剧烈疼痛。恐怕这一辈子也就在自己得了绝症的这几天，笑得最多。支开妻子后，他将那只名贵打火机还给了岳父，抱歉地说道：“您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到现在我也没报答过你。岳父强忍着泪水说道：“傻孩子，你已经很棒了，你是我们财前家的荣耀，赶快好起来，我们还要一起去实现更大的梦想呢。”五郎微笑着点头，对彼此的善意都心知肚明，内心更是心如刀绞。来到楼顶，看着即将落成的癌症中心，梦想的画面犹如潮水般涌来，同时也感叹自己的一生自幼家境贫寒，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供进浪苏大学。结婚之后，从黑川五郎入赘变成了财前五郎，兢兢业业8年，从助理教授一步步爬到教授的位置，有过刚愎自用，有过不择手段，也有过折戟沉沙。到临死之时，才明白自己心中最想要的还是这身白大褂。五郎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意识模糊，呼吸微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秀儿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岳父哭着请所有人离开，只留下他们2人做最后的告别。五郎临死都还在惦记着癌症中心的建设，那是他一生的梦想。他一心想打造一座顶尖的癌症治疗中心，让更多的癌症患者得到救治。可现在他只能寄托于秀儿，让他继续完成自己的梦想。最终，五郎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一切的功名利禄都随之烟消云散，所有的恩恩怨怨也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穿上最爱的白大褂，至死也没有离开这座魂牵梦萦的白色巨塔。母亲也赶来见了五郎最后一面，抚摸着五郎冰冷的脸庞，轻声说道：“孩子，娘来大阪了，你的心愿完成了。”几天后，从财前五郎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封信，上面歪曲潦草的字迹，一看是用左手写成的。这也是五郎在弥留之际留给秀儿的嘱托，将自己的遗体用来做医学研究，希望能攻克困难，推动医学进步，给更多的癌症患者带来福音。